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老孙勺书。本期咱们接着勺罗伯特·格林的权力48法则。第4条，说的永远比需要的少。如果你想通过语言来引人注目，那么说的越多，你就越容易显得平庸，越难以掌控全局。当然，如果你说的模棱两可，不着边际，好像猜谜语一样，那么即使你在说平淡无奇的事情，也会使人觉得非常新颖。有权势的人往往用少言寡语来树立威严，威慑他人。说的越多，就越有可能说出愚蠢的话来。我们来看一个经典案例。罗马将领纽斯·马修斯由于在克里奥利战争中表现英勇，被誉为克里奥兰纳斯，也就是战神的意思。由于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战场上度过，很少有罗马人认识他本人，这使得他成为谜一般的传奇人物。公元前454年，克里奥兰纳斯决定参加高级执政官的竞选，准备进入政界。竞选这个职位的候选人按规定必须在选举初期公开发表竞选演说。克里奥兰纳斯来到众人面前，向大家展示了他17年来为罗马征战而在身上留下的累累伤疤。民众中很少有人会真正听完他下面的长篇演说，但他身上的伤疤已充分证明了他的爱国和勇敢，人们感动得热泪盈眶，认为他的当选几乎是肯定的。投票的那一天到来了，克里奥兰纳斯在元老院所有元老和城内贵族的簇拥下走进了会议厅，很有排场。看到这一幕，很多普通平民对他趾高气昂的态度感到了不安。克里奥兰纳斯又开始发表演说了，他的话都是说给陪同他的那些妇人听的。他的言语傲慢而粗鲁，宣称自己竞选肯定会获胜，还不停吹嘘自己在战场上的功绩，粗暴无理地指责竞争对手。还没等他说完，人们已经明白，原来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也只不过是个平庸的吹牛大王。克里奥兰纳斯第2天演说的内容和相关消息迅速传遍了罗马，大批的平民改变了主意，决定不投他的票。结果克里奥兰纳斯竞选失败了，他痛苦地返回了战场，暗暗发誓一定要报复那些投票反对他的平民。几个星期后，有一大批粮食运抵罗马，元老院打算把这批粮食免费发放给市民。正当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投票表决的时候，克里奥兰纳斯出现在了元老院，并参与了讨论。他极力反对把粮食发放给市民，认为这会对整个罗马造成伤害。有几位元老被说服了，于是发放粮食的投票变得悬而未决。然而克里奥兰纳斯并未就此罢休，他进而开始谴责民主的理念。他鼓吹剥夺护民官的权利，把统治管理权交给贵族。护民官是古罗马首个向平民开放的职位，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对元老院和政务官的最重要的制约力量。克里奥兰纳斯的这番话传到了市民的耳中，大家怒不可遏。护民官们被簇拥到了元老院，他们要求克里奥兰纳斯出来与他们当面对质，但克里奥兰纳斯拒绝了。于是整座城市爆发了骚乱，元老院害怕人民的怒火，最终投票赞成免费向市民发放粮食。护民官的怨气平息了，但老百姓仍然要求克里奥兰纳斯向他们道歉。如果他忏悔了，并同意收回原来的言论，人民就允许他回到战场上。克里奥兰纳斯终于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大家屏息凝视，听他发言。
刚开始，他的发言缓慢而轻柔，然而说着说着，他变得越来越粗鲁，甚至再次出言不逊，侮辱人民。他的话语充满了轻蔑和傲慢。他说的越多，市民们就越加愤怒。最后，市民们叫他滚下台来，不许他再发言。护民官们紧急商议，决定宣判克里奥兰纳斯死刑，并命令治安官立刻逮捕他，把他押到塔匹斯山岩的顶上丢下去。市民们大声欢呼这个决定。这时候，贵族们出面干预了。最后，克里奥兰纳斯被判处终生流放。当市民们得知这位英雄永远不能再回到罗马城的时候，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庆祝。实际上，即便是击败外敌，人们也没有进行过如此盛大的庆祝。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路易14的。当时，法国的贵族和大臣们日夜不停地为国家的一些事情争吵，进而形成两派，直到最后选出2个人代表辩论的双方去觐见国王路易14。选出代表后，他们还会再争论该如何表述议题，如何打动国王，同时还不会惹恼他，应该在什么时间觐见，在凡尔赛宫的哪个地方觐见更好，应该是什么表情。最后等这些都定下来了，觐见国王的时刻才终于到来。2位代表毕恭毕敬地走进路易14，把争论的议题和双方的选择意见向国王详细的禀报。路易14只是静静地听着，一张扑克脸，令人捉摸不透。等到双方陈述完毕，请国王做出决定时，路易14只是看着2位代表说：“我会考虑的。”然后就离开了。接着呢，大臣们就再也不会从他口中听到关于这个议题的任何点评。几个星期后，他们只能看到国王自己做出最终决定。路易14根本不会再费事去征询他们的意见。路易14是个非常少言寡语的人，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朕即国家”被视为17世纪法国专制王权达到顶峰的概括。他最恶名远扬的一句话是“我会考虑的”，这是他用来回答各种请求的极简答复语之一。其实路易14并非一直都是这样的。年轻时他以富于雄辩而著称，沉默寡言是他后来自我克制的结果。没有人能搞清楚他的立场或预测他的反应，没有人能通过阿谀奉承来讨好他，因为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喜欢听什么话。当人们面对一声不吭的路易14滔滔不绝地说话时，他们自己的内心就显露得越来越多，而路易14会利用这些信息，在需要的时候精准打击他们。最后，路易14的沉默寡言使他身边的人十分惶恐，任他摆布，这是他维持权力的手段之一。圣西蒙曾这样描述路易14：没有人像他那样精于抬高自己的语言、微笑，甚至一抹眼神的价值。他身上的所有东西都显得十分珍贵，因为他创造了差异。他的威严也因为少言寡语而大大提高。权力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场表象的游戏，如果你说的比需要的少，那么你自然而然的就显得更伟大，更有权势。你的沉默会使别人感到不自在。人是有一种渴望知道谜底的天性的，他们很想知道你在想什么。如果你小心地控制住要透露的信息，他们就无从洞悉你的想法和意图。说的比需要的少，你就创造了价值与权力的表象。同时，你说的越少，那么说出愚蠢的或危险的话的风险就越小。1825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登基后不到1个月，爆发了自由党人领导的革命。他们要求推进俄国工业和城市建设的现代化，
以赶上欧洲其他国家的步伐。尼古拉一世残酷地镇压了革命，判处其中一位领袖孔德拉季·雷列耶夫死刑。行刑的那天，雷列耶夫站在绞刑台上，脖子上套上了绞索。当绞刑台地板上的活门打开时，雷列耶夫悬空摆荡了一会儿，但绞绳突然断裂，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当时发生这样的事情被认为是上天的旨意，掉下来的犯人通常会得到赦免。摔得到处是伤、满身尘土的雷列耶夫站了起来，在确信脑袋保住后，他朝人群大声喊道：“你们看，在俄国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好，甚至连绳子都做不好。”绞刑失败的消息立刻传到了东宫。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尼古拉一世虽然十分懊恼，但他还是签署了赦免令。不过他问了一句：“这一奇迹发生时，雷列耶夫有没有说什么？”陛下，报信的人答道：“他说，在俄国，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造绳子。”这样的话，沙皇尼古拉一世说：“让我们来证明事实正好相反。”于是他撕碎了赦免令。第二天，雷列耶夫再次被推上了绞刑台，这一次绳子没有断。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一定要控制你的语言，特别是那些讥讽的语言。你从尖刻的话语中得到的一时满足，远远不及你付出的代价。我们来看看如何逆转。有时候保持沉默是不明智的，沉默有可能引起别人，特别是你的上司的怀疑甚至不安。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语言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误解。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因此沉默不语只能在适当的场合谨慎为之。有时候可以参考一下宫廷里的弄臣，他虽然装扮成傻子，可在内心中他可比国王聪明多了。他一直讲娱乐大家，但没有人怀疑他可不是个傻子。此外，语言有时可以作为一种烟幕，来掩盖你的真正意图。你在别人的耳边喋喋不休，可以使他们心神不定，好像被人催眠一样。实际上，你说的越多，他们就越不会怀疑你。说个不停的人，往往会得到一个头脑简单的标签，这恰恰是与位高权重的人常用的沉默策略反其道而行的有效手法。喋喋不休，表现得比平时更软弱和无知，你就可以瞒天过海，轻松地实施你的计策。第5条，不惜用生命捍卫你的名誉。名誉是权力的基石，仅凭名誉，你就能威慑别人，赢得胜利。名誉一旦受损，你就会陷入无助的境地。必须使自己的名誉无懈可击，要时刻警惕潜在的诋毁，维护好自己的名誉。同时，要学会挖敌人名誉的墙角，以摧毁对手。一旦对手名誉受损，你只需冷眼旁观，让公众舆论置其于死地即可。48法则第5条的章节中，把诸葛亮的空城计作为一个经典案例加以说明。但是一来呢，考虑到《三国演义》中有相当程度的杜撰成分；二来，近些年关于司马懿养寇自重的可能性的讨论也是甚嚣尘上，这里就暂时略过这个例子，以后有别的机会再烧这段故事。我们来看看美国娱乐史上的传奇人物巴纳姆的故事。1841年，年轻的巴纳姆决定买下曼哈顿的美国博物馆，扩大自己的事业，同时树立自己的声望。他当时没有太多钱，但是博物馆却开价15000美元。最终，巴纳姆提出一个方案，打动了博物馆的所有人。他希望利用担保
来取代现金交易。博物馆的所有者们口头答应了巴纳姆，可到了最后一刻，主要的合伙人却改变了主意，准备把博物馆及其藏品卖给皮尔博物馆的董事们。巴纳姆很恼火，不过合伙人向他解释说，生意就是生意，博物馆之所以卖给皮尔，是因为皮尔有声望，而巴纳姆却没有。巴纳姆立刻下决心，如果他没有什么名誉可以仰仗的话，那么唯一的手段就是破坏皮尔的声誉。于是他发动攻势，不断向报社爆料称，博物馆的所有者们是一群堕落的银行董事，根本不知道如何经营博物馆和为公众提供娱乐。他还警告大众不要购买皮尔公司的股票，因为购买新的博物馆必然会分散其原有的资金。此举果然效果显著，皮尔公司的股票大跌。美国博物馆的所有人对皮尔公司的过往记录和声誉不再充满信心，最终改变主意，将博物馆卖给了巴纳姆。皮尔公司后来花了好多年才恢复元气，他们始终没有忘记巴纳姆的所作所为。皮尔先生决定回击巴纳姆，他借提供高级娱乐建立自己的声望，宣称他的博物馆所提供的节目比其他粗俗的竞争者的节目更具科学性。催眠术表演就是皮尔的科学性的亮点。一时间，他的节目吸引了大批观众，非常成功。巴纳姆决定再一次通过打击名誉的方法来和皮尔竞争。作为回击，巴纳姆也组织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催眠术表演。他亲自参加表演，将一名小女孩催眠。当这名女孩似乎进入沉睡状态之后，巴纳姆又试图催眠在场的观众，但是无论他多么努力，没有一名观众被他的魔咒催眠。许多观众甚至开始大笑起来。看起来沮丧的巴纳姆最后宣布，为了证明小女孩的昏睡状态是真的，他要在她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切断她的一根手指。但在他磨刀的时候，小女孩突然睁开了眼睛，逃离了现场，逗得观众捧腹大笑。连续好几个星期，巴纳姆一直重复着这个把戏和类似的闹剧。通过巴纳姆表演中的暗讽，很快就没有人再相信皮尔的表演了。去皮尔博物馆看演出的人也迅速减少。不到几个星期，皮尔博物馆的催眠表演就不得不关门大吉。接下来的几年，巴纳姆慢慢建立起了胆大妄为和秀场大亨的声誉，并且很好地将这些头衔保持终身。而与之相反的是，皮尔的声誉却从此一蹶不振。巴纳姆在这里运用了两种不同的策略破坏皮尔的声誉。第一招很简单，他撒播下怀疑的种子，质疑博物馆的稳定性和偿付能力。怀疑是可怕的武器，一旦阴险的谣言让怀疑的情绪散播开，对手就会陷入可怕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虽然对手可以否认谣言的存在，甚至证明是你在造谣诽谤，但是疑虑是挥之不去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质疑被造谣者为何要如此激烈地为自己辩护，进而认为谣言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事实根据的。另一方面，如果对手摆出高姿态，对你置之不理，人们的怀疑就会愈演愈烈。如果做得恰到好处的话，散布谣言会极大地惹恼你的对手，令他们寝食难安；而他们若要辩护，就会错漏百出。这一招是对付那些毫无威望之人的利刃。巴纳姆建立起了自己的良好声誉后，他所采用的第二套策略就比较文雅，通过仿冒催眠表演来嘲弄对手的声誉。这一招同样极其成功。如果你拥有较高的声望，那么你嘲笑对手
就不仅可以轻松地把对手置于防守状态，而且会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你的身上，强化你的声望。不过此时你如果再采取毫不掩饰的侮辱和诽谤，就会显得太过分了，甚至可能伤到自己的名誉。温文尔雅的嘲讽意味着你有足够强烈的自我价值感，可以拿对手当靶子，好好的嘲弄一番。幽默风趣的姿态不仅可以在不直接伤害对手的情况下为大众提供娱乐，而且可以损害对手的声誉。我们接着来看一个反例。托马斯·爱迪生被认为是使用电力的发明家，他认为可以运作的系统必须是基于直流电的。当塞尔维亚的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似乎成功地创造出一套基于交流电的系统时，爱迪生大为恼火。他决定毁掉特斯拉的声誉，让公众相信交流电系统先天就是不安全的，特斯拉推出这套系统是不负责任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捕捉了各式各样的家庭宠物，用交流电将它们电死。不仅如此，他还在1890年让纽约州监狱当局利用交流电执行了全世界第一例电击死刑，以证明交流电的可怕。由于爱迪生之前都是用动物做实验，使用的都是低压交流电，结果行刑现场重复执行了3遍电击程序，才把电击死刑执行完，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一位在场目击的记者形容，这是一个可怕吓人的场面，远比绞死还糟。虽然到了最后爱迪生还是挽回了声誉，但是在攻击特斯拉的行动中，他给自己贴上了更多不利于自己的坏名声，最后败下阵来。这个故事里的教训很简单，就是绝对不要回击过了头，因为这样会引得旁观者更加注意你的报复心理，而不是你所要攻击重伤的目标和对手。一旦自己的声誉已牢固树立，便要运用比较巧妙的策略，比如讽刺和嘲弄来削弱对手，同时突出自己的风趣和幽默。威风凛凛的雄狮如果戏弄正在横穿马路的小老鼠，只会玷污自己崇高的声誉。这里多少一句，直流电和交流电之争其实还没有结束。100多年后的今天，高压直流输电在全世界越来越多地被采用，这是人类对电的重新认识。关于如何逆转，罗伯特·格林认为，这条法则根本就没有逆转的可能。声誉是至关重要的，这条法则是没有例外的。也许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会让你得到一个无理傲慢的名声，但这种名声本身有可能是一种宝贵的形象。英国作家王尔德就从中获益。不过，既然我们必须生活在社会里，也必须依赖其他人的意见，那么如果忽视自己的声誉，只会使自己一无所获。不在乎别人如何看你，就等于让别人决定你的名誉。我们经常说，我是我命运的主宰，我是我灵魂的统帅。同样，我们也必须主宰自己的名誉。好，今天先说到这儿，剩下的内容咱们下回接着勺。再见。